由岛内军事科研机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腾云大型无人机，22号上午在进行飞行测试时起飞失控，突然冲出跑道，造成机身受损。而不久前，台湾方面刚刚高调宣传，该款无人机在研制时确保绝对没有大陆零件。这款被台军寄予厚望的无人机性能如何？台军高调提升无人机部队战力，真的有用吗？来看报道。一架腾云大型无人机22号上午在台空军花莲基地进行飞行测试时，原本还在高速滚行，但随后突然失控，冲出跑道，最终冲入草坪区，造成机身损毁。而由于无人机相当庞大，人力无法搬动，最终只能由大型吊车把无人机吊离。据悉，腾云无人机正在花莲基地进行一连串战术测试，准备进入量产，但是台军方仍将量产数量列为机密。事故发生后，岛内中科院回应称，腾云无人机在滑行起飞过程中因机件显示异常，以标准程序放弃起飞，在刹车减速中，无人机滑出跑道。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经初步检视，无人机主起落架以及螺旋桨叶损伤，已经返厂检修，执行机体软硬体的组件检查，以利后续的飞行测试。以无人机来说，它在滚行这个阶段，由于离地面控制站很近，基本上没有这种所谓的时间差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也看到就是在滚行的同时中看到了这个即时显示的这种非正常讯号。那当然它要放弃起飞，但是可能也已经使用跑道过长，然后让它来不及将这个飞机刹停，因此造成了这次的这样的意外。不过很显然的，就是腾云无人机的技术上来讲，还有很大的这样一个精进空间。腾云它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包含在飞控系统啦，还有各种就是操控上的这种，以及无线电传输相关的这种资料链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就是说能够更进一步。据岛内媒体报道，腾云无人机最早是在2015年台北航天展亮相，主要设计指标为机身长8米，翼展约18米，配备涡桨发动机，滞空飞行时间24小时以上。台军首批建造了2架腾云无人机，号称具备昼夜空中影像监视侦察、电子参数侦搜、电子干扰、气象观测以及通信中继等功能。但在2021年9月，一架腾云无人机在台东训练时因制导系统故障而坠毁，此后启动了新一代腾云无人机的研制。而此次冲出跑道吃草的无人机，正是第2代腾云无人机。这款号称台湾当前性能最先进、续航能力最强的无人机，换装了与美军 MQ-9B 死神无人侦察机配备的同型发动机，据称可以滞空24小时，飞行距离超1000公里，还可改装成武装型等。去年6月中旬，腾云2代无人机曾绕岛累计飞行10小时，被吹嘘为航程可涵盖台湾周边海域。但从总体性能来看，腾云无人机也就是中规中矩的一款无人机。有媒体嘲讽称，腾云无人机的性能指标甚至还比不上大陆顺丰快递使用的货运无人机。2017年，顺丰快递宣布引进双尾蝎大型无人机承担空中运输任务。该机翼展20米，机身长10米，起飞重量约3吨，载重1.2吨，巡航时间35小时，航程可达3000公里。主要性能皆超过腾云无人机。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无人机的水准，其实很诚实的说，并不足够先进。为什么？因为首先台湾本身没有自己足够大的内需市场，然后再加上其实长期政府或者说是执政当局或者说是军方，相对来说在过去都还没有正确的认知到无人机的这样一个运用的这个概念跟能力。那台湾民间是有一些厂商也在做无人机，但仅限于商用无人机，而且以其规模跟它的这个市场大小来讲，也跟大陆完全没有办法相比。除了腾云无人机在研制过程中发生事故外，事实上，台军现役的其他无人机更是故障频发，多次发生坠毁事故。以台军现役的瑞渊1型无人机为例，该机是台湾设计生产的中型无人机，机体采用复合材料与模块化设计，可分解后装入运输箱，便于机动部署。除了使用传统的跑道起降外，它也能在舰艇上利用弹射器与拦截网进行发射与回收。它具备快速部署与长时间滞空侦察能力。2010年，台湾陆军以瑞渊项目为名，采购8套共32架该型无人机。随后，因为接收的第一批4架全部坠毁，推迟到2013年才正式服役。由于瑞渊1无人机价格不菲，使用不便，事故频发，于2017年9月全部转给台海军，从台陆军战术侦察大队转隶台海军战术侦搜大队。
据统计，自服役以来，至少11架瑞渊1无人机因不同原因坠毁。而台军装备的另一种红雀2飞行无人机同样事故不断。据悉，台湾海军陆战队总共装备了30架红雀2无人机，结果仅2017年就有3架坠毁。此前，岛内海军部门曾计划采购一批红雀2无人机，但测试发现其续航力不足，巡航距离仅及于舰船上人员目视范围内，也无法在稍微恶劣的天气起飞。回收时更必须另派小艇，作业困难，最终因性能不符合要求而放弃采购计划。此外，根据台军内部调查显示，无人机坠毁事故多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台军存在人员培训不到位、操作不规范以及保养不当等问题。特别是无人机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台军人员面临无人机或设备损坏时赔偿压力过大的问题，导致没有人员愿意留下来长期服役。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国民党即将面临的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选战形势，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与思考呢？我认为从总体上面来说，国民党这次面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选战形势要比2020年好。因为民进党炒作抗陆牌的边际效应正在逐渐递减，甚至是引起了相当一部分选民的反感。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岛内主流民意对国民党的选战前景似乎并不看好，甚至认为其有可能再度重蹈2020年选举时在形势一片看好的情况下却意外大败的覆辙。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面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绿营已经早早的就把赖清德定为了一尊。民进党内有头有脸的几位政治人物，包括蔡英文、苏贞昌、陈建仁等等，都已经纷纷表态支持赖清德。白色力量，也就是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也早就摆出了非选不可、非我莫属的姿态。相反，国民党的候选人不仅迟迟确定不了，甚至党内还面临着有可能再度分裂的隐忧。在9合1选举中强势崛起的政治人物新北市长侯友宜，因为担心背上落跑市长的骂名，而不敢直接宣布参选，只能被动地等待国民党的征召。这也让现任党主席朱立伦仍然不肯放弃参选的念头，同时也让已经脱党的郭台铭产生了觊觎之心。而且最新的民调显示，由于郭台铭的横插一杠，侯友宜的民调已经由原来的领先于赖清德转变为了落后于赖清德。那在蓝白绿3股政治势力共同角逐2024的情况下，国民党要如何才能脱颖而出呢？其实虽然民进党在不久前的9合1选举中大败，但是由于民进党仍然有现任执政优势，再加上赖清德也早就占据了绿营共主的地位，所以在接下来的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要想战胜民进党与赖清德，将会面临着相当巨大的挑战。我甚至认为，光靠国民党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完成这个重任的。国民党要想重新拿回执政权，得要在岛内团结所有除绿营以外的力量。我想这也就是国民党会提出非绿口号的原因，也就是要团结绿营以外的所有政治力量，共同扳倒岛内的绿色政权。而这个非绿口号的政治理念就是认同9·2共识与反对台独。这一政治理念不仅可以赢得岛内泛蓝势力以及中间势力的支持，甚至也可以获得中国大陆的肯定。我想这就是不久前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陆能够获得王沪宁接见的原因。而在我看来，国民党提出的非绿政治口号，首先要团结的就是代表白色力量的民众党，甚至是跟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共同来搭配参选2024。这也是国民党近年来一直在布的局。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国民党不断的跟民众党眉来眼去，向柯文哲抛媚眼的时候，已经脱党多年的郭台铭半路杀出，有可能彻底打乱这一部署。它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把非绿的第一目标由柯文哲变成郭台铭，也就是要先团结郭台铭，防止郭台铭联合王金平或是柯文哲参选，分散国民党的票源。但是假如把组建非绿阵线的对象从柯文哲变成了郭台铭，让国民党候选人跟郭台铭搭档参选，让国民党拉拢白色力量的计划又要泡汤。柯文哲与民众党跟国民党的分庭抗礼，又势必会瓜分掉国民党中间选民的票源。所以国民党眼下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要尽快确立自己众望所归的候选人，
还要处理好跟郭台铭以及柯文哲的关系。也就是说，国民党要想整合广泛的非绿势力，首先必须要完成内部的整合，防止内部再度出现分裂。那您认为，面对即将到来的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代表白色势力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又会采取哪些动作呢？我认为，在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势力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民众党与柯文哲的选择极有可能将成为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尤其是对国民党的选战前景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根据岛内媒体报道，柯文哲已经强硬放话，不仅表态一定会参选到底，而且放言说国民党与民进党谁能够当选将由我来决定。很显然，柯文哲的底气来自于民众党所掌握的10%至20%的支持者，而且这些支持者都是中间的偏蓝选民。而柯文哲的公开放话，显然是要告诉国民党与民进党，你们要想赢得2024年选举，就必须要坐下来跟我谈合作，不仅要让我本人跟你们候选人搭档参选，而且要在民意代表选举席次上让我分到猪肉。当前在蓝白绿三大政治势力当中，柯文哲的转圜空间是最大、最为游刃有余的。假如他跟民进党合作，那国民党就很难赢了；假如他跟国民党合作，那民进党就悬了。除此之外，柯文哲还保留着跟郭台铭甚至是王金平搭档参选，独立于蓝绿之外的这么一种可能性。这一结果的出现，对国民党也是相当不利的。因此，在接下来选战布局当中，蓝绿双方谁要是拉住了柯文哲，谁就给自己的胜选增加了一份保险。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